谢玉梅，我是嫡女，好歹还能想一想，你就不一样了。不过做妾还是有盼头的，毕竟姨娘不需要什么身份家世，长得好看，会侍候男人就行。你别得意，你这种贱人连妾都没资格做。真不好意思，刚刚陈少爷还说了，只要我同意，八抬大轿抬我进门，可惜我不愿意。至于你嘛，陈少爷是个怜香惜玉的，托人求上一求，一顶小轿还是肯让人抬过来的。谢玉梅羞愤欲死，心底说不出的恨意。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吧，别闹了，这是侯府。谢玉梅脸上露出一个狠厉的表情，扑通一声，谢玉渊跌入了湖里。谢玉渊本能的想挣扎，却被湖里的水草缠住了脚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小腹一阵抽搐似的疼，似有把刀子在里面搅动着，身下的水泛起一股布满血腥味的深红色。他眼睛一睁，人慢慢的沉了下去。陈清燕奋力往下，把缠在他腰上的水草野蛮地拔掉。谢玉渊脑海深处乱糟糟的，脚上一轻的时候，他的嘴角浮上一个极浅的笑容。你上辈子负了我一次，这辈子救了我一次，陈清燕，咱们两清了。还有，谢谢。陈清燕把谢玉渊拉上去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累得脱力了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脱力的在谢玉渊边上躺倒了下来。恰好这时，闻讯而来的下人一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吓得魂儿都没了。都是死人呐，赶紧把人抬回去！快把我三妹抱走啊！母亲，请郎中，快请郎中！谢玉梅看着面前人来人往，死死地咬住了牙关。谢玉梅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心狠手辣的人。二姐，她死了吗？你死，阿渊也不会死。老鬼，我问你，人和鬼哪个更可怕？人啊。可人都说鬼可怕。人说鬼可怕，鬼说人善变，人说神逍遥，神说人自在，人说佛慈悲，佛说人心脏。小鬼啊，做人走人路，撞鬼踏鬼途，且去吧。谢玉渊猛地睁开眼睛，眼前闪过几道影子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还活着。小姐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谁死了，小姐都不会死的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你癸水来了，寒气侵身，不过死不了。奇怪，我怎么听见了我师父的声音？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，你眼瞎呀！张旭怀上前一步，愤愤地看着这丫头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叫嚣着两个字：本太医不爽。谢渊眼底浮现出一丝笑意，正想说师父你怎么来了，突然心里觉得不对。那日船上一杯米酒了却了师徒情分，师父怎么可能出现在他面前？是出了什么急事吗？妈妈，出了什么事？罗妈妈见瞒不住，小姐，是魏温出事了。他为了救二奶奶和歹人拼了命，现在快不行了。他现在呢？断了4根肋骨，5脏6腑统统移了位。如果没有我呀，死得透透的。有我在，阎王不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姨娘要动的人不是他吗？为什么会是娘？娘人呢？小姐，二奶奶没事，只是受了点惊吓。罗妈妈，扶我起来，我去看看魏温。去什么去？在我那堂师呢，3个月后你来领人。谢玉渊心中大动，若非已到了命悬一线的情况，师父又怎么会把人弄到他的身边？他双手撑床，就在床上跪坐起来，然后冲着张虚怀深深一拜：救母之恩，恩比天大，求太医治好他。还用得着你说啊？便拂袖而去。罗妈妈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，一个字都不许落下。罗妈妈何曾见过小姐如此声色厉急的样子，忙把下午的事情都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，末了道：奴婢去的时候，二奶奶和魏温都躺在血水里，奴婢的心都快吓停了。二奶奶醒了，
眼见着未婚的孩子快没气了，他让奴婢抱着他，用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才走出的谢府。谁拦着？邵姨娘和太太两人都拦着，一会儿说什么不成规矩，不成体统，一会儿又说二奶奶勾引男人，总之就是不让我们出府。后来呢？后来幸好在路上遇到了正在巡逻的苏世子，苏世子帮我们弄了辆马车来，亲自赶车去了太医院，这才找到了张太医。也是巧了，张太医这一日没有去宫里，才将把魏温这条小命给保住了。小姐，他们欺人太甚。谢玉渊听罢，冷汗已将他的后背打湿，整张脸阴沉的可怕。倘若没有执意将魏温留在娘的身边，倘若半路没有遇着苏长山，那么谢玉渊眼中的恨意绵绵不绝。前世用在他身上的气量，这一世用在娘身上。邵姨娘，谢太太，这笔账我要怎么同你算呢？小姐别怕，奴婢已经派了沈荣去通知三爷了，三爷回来定会为咱们青草堂做主的。三爷通知了，谢二爷呢？闹了这么大的动静，小姐醒来之前人已经赶回来了。现在人在哪里？听说是往邵姨娘房里去了。是吗？发妻出事，先往姨娘房里去，是想找邵姨娘算账呢，还是想商量如何料理后面的事情？妈妈，几十年了，隔着2辈子，是该算算总账了。罗妈妈一愣，什么2辈子？小姐莫非气糊涂了吧？啪！谢二爷一巴掌甩过去，邵姨娘捂着脸，心里惊恐万分地看着男人。她原本打算的好好的，但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高氏身边竟然有个会功夫的小丫鬟，更没有想到高氏为了这个小丫鬟不惜以死做威胁跑出府去，而且还能碰到苏世子，闹了个满城风雨，只差一步啊！二爷，我今日做下这等事，是横下一条心碰死在这里的。二爷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我都认了。可死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你也不用寻死觅活的，我素日待你不薄，做错了事，你便学着那石井夫人来做1哭2闹3上吊的戏，给谁看呢？做给二爷你看。表哥，我与你从小青梅竹马，你怜我，我敬你。你常说要娶我为妻，还说要疼我一生一世，这些话于你来说不过是玩笑，可我从来当真。我盼着长大，盼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头戴凤冠，身披霞衣，做你堂堂正正的妻子。可我盼来了什么？谢一为哑然。你娶高氏，我无话可说，只怪自己比不上。我一不纠缠，二不寻死觅活，我只想表哥若是好了，我怎么样都好。后来高家出事，表哥休妻娶我，老天垂怜，让我这些年的念想成真。我为二爷操持内宅，生儿育女，没有一日心里不爱着表哥你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，表哥？陈这么烂果子的事，你又何必再提？你把高氏弄回府，我认；你把高氏抬为正妻，让我做妾，我也认。可是表哥，你知道这么些年来，我心里没有哪一天不跟遨游似的。若不是为了那2个孩子，我早就一条白绫死好几回了。我这也是没法子的事，你当我愿意吗？我心里不恨吗？我不疼你吗？我若不疼你，又何必独独把你带在身边？表哥待我如何，我心里全明白。正因为明白，这些年像供祖宗一样把青草堂供着，再难再恨也都暗暗忍了。可是我能忍，我的一双儿女不能忍。你这个庶出的名头，做人行事一人一头，更别说婚嫁上了。自己儿长到15，你看看家里有几个来提亲的？来提亲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表哥，那可也是你的儿子女儿啊！你忍心他们这辈子就这样吗？
那是他们的命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就得认命？谢老二沉着脸不说话。表哥，连大奶奶都知道要为自己的儿子谋好处，那一双孩子是我的命啊！我不为我自己想，我也得为了他们着想啊！你为他们着想，可有为整个谢家着想吗？高氏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连我都动他不得，你竟然敢动！你动他之前可有想过后果吗？正是因为表哥不敢动，所以我来做这个恶人。表哥对我痴心一片，我为着表哥去死，为着一双儿女去死，我死的心甘，就算万人骂，万人唾，也无怨无悔。你这个痴儿呀！表哥，我是被逼到绝路了呀！少姨娘伏在男人的怀里，哭得声嘶力竭。从绿柳居出来，谢二爷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要把这事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他在大太阳底下站了片刻，直奔福寿堂。福寿堂里，谢玉梅泪如雨下。祖母，若不是三姐私下偷偷和陈少爷见面，我也不会把他推进湖里，是他不检点在前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真当我老糊涂了吗？就算我老糊涂，边上还有个你二姐呢。二姐一向和三姐要好，她的话你老人家也信吗？祖母，我是为着咱们家的名声啊，传出去谢府三小姐私会陈家少爷，这满京城里还有谁敢娶府里的小姐？祖母，我是被逼的。当真？谢太太心下有了些松动。梅儿的话比真金还真。我是祖母手把手教养大的，若不是被逼急了，又怎么可能在侯府里做出这样的混账事情来？就在这时，谢二爷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谢太太一看儿子来了，来人，把四小姐扶进院里看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母亲，这又是怎么了？老二啊，你这是打哪里来？绿柳居啊。哎呦，老二啊，这两俩是干了蠢事啊！母亲，先不谈这些，咱们先得把这事给化解了。谢太太一听这话，知道外甥女在老二面前求过情了，却还装模作样的道：“怎么化解？你可知道刚刚在侯府发生了什么？”还有侯府什么事啊？四丫头把三丫头推进了湖里。什么？谢二爷大吃一惊，一件事遮掩起来都难得不行，这两件事加起来如何遮掩？怎么能遮掩得住呢？哎，老二啊，我这心啊像是在油锅里煎了一样，恨不得把四丫头打一顿才解气。可那丫头也不是故意的，原是三丫头和陈家少爷私会，他恨三丫头坏了府里的名声，这才冲动行事。有个不守妇道的娘，自然就有不守妇道的女儿，真是一丘之貉。哎，这事儿咱们还得软着来，想想法子怎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谢二爷按耐住心里的火气，绷着脸一言不发。留官堂里，一个刚留头的小丫鬟匆匆跑进来，嘴里噼里啪啦的把刚刚福寿堂发生的事情说了个七七八八。那死丫头这样胡编乱造，太太也信？小丫鬟点点头。大爷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好？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偏偏太太还信。真的是糊涂啊！好不容易儿子的婚事定了，就等着把人娶进门，结果倒好，二房那对蠢货母女，一个想奸死主母，一个想淹死嫡姐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尤其还是那个小的，干了坏事还不承认，他当侯府的人都是吃素的。事情一出来，侯府那头就派人查了个底朝天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得清清楚楚。若不是那陈家哥儿理亏在先，那蒋夫人还能跟他左打招呼右打招呼？谢大爷也是气得不行。这他妈叫个什么事儿啊！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打打杀杀，弄点人命出来才安生，这眼里还有王法没有？
爷呀，我说句诛心的话，咱们这一房早晚被二房连累死，你瞧好吧。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你冲我喊闭嘴，怎么不叫那对母女收手？我告诉你谢一平，这事儿连累不到我，连累的是你儿子在外头的名声和婚事，连累的是你女儿的婚嫁。谢大爷的脸比锅底还要黑，我呸！也亏那对母女做得出来，老娘我都臊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一钻。爷呀，二房糊涂，两个老的也糊涂，咱们可不能跟着糊涂呀。就在这时，外头有丫鬟喊道：大爷大奶奶，管家大奶奶来了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管家来退婚了。你给我消停些，别自乱阵脚。谢一平，我儿子的婚事前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了。管家大奶奶崔氏一进门，连口茶都没喝，便冷冷道：大奶奶，俗话说得好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为什么乱臣贼子皇上要杀要砍要抄家？那都是因为他们犯了国法，家规亦是如此，以上犯下，以庶犯嫡，以妾犯妻，那是家法不严。顾氏一听这话，脸臊的都没处摆。人生在世，有心机不可怕，在内宅里混，哪个女子没点心机？没心机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但心机过了头，那就是祸事。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，我又何尝不知道是这个理？我也不瞒着，大奶奶来之前，我正和我家男人置气呢。你说，大奶奶呀，有些话我都没脸说了。哼，您是没脸说，可有人就有脸做。这里可不是扬州府，巴掌大的地方，天高皇帝远，有点龌龊事遮了下，掩一下也就过去了。这里是天子脚下，天子脚下是讲王法的，御史台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？您的意思是，我家大哥儿被御史台盯上了？大奶奶，我就把话点明了吧，御史台不盯着大哥儿，他也盯上了谢家二爷，大哥儿不会受连累吗？你可知道我家老爷为大哥儿的这个位置走了多少人的门路，碍了多少人的眼睛？顾氏一听，禁不住浑身汗毛直竖。他不懂官场中的这些事儿，但有一点却是知道的：宠妾灭妻就是家风不正，家风不正则人品不正，人品不正的人，朝廷会用吗？大奶奶，我也不吓您，您府上高氏这个身份就是个炮仗，弄得好炸出个惊天富贵，弄不好炸得人遍体鳞伤，连我们这些旁人都知道要忌惮着。你们府里的人怎么反而把那炮仗点着了呢？大奶奶，您看在大哥儿的份上，指条生路吧。我日后一定把媳妇儿当成亲生女儿，不，比亲生女儿还要亲。唉，纸包不住火，这事儿早晚传到宫中去。这几年宫中对高氏不闻不问，只当没这个人，在旁人看来，不闻不问就冷了的意思。可我家老爷说，高家所有人都死绝了，唯独高氏毫发无伤，那就是皇上有意想留高家一条血脉，所以前几年才会还用还嫁妆这个事情敲打你们谢夫人。作孽呀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崔氏按照老爷的交代，在机上写了一个字：分。大奶奶，我家老爷说了，想要不被炮仗炸伤，唯有离得远远的。那炮仗若是炸出个富贵，一笔写不出2个谢字；若是炸出个大坑，到时候你们也能把这个坑给避过去。言尽于此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老爷夫人都等着我去回话呢。顾氏魂不守舍地把人送走，自家男人从里屋走出来：大爷，你在里面可都听见了，得赶紧拿个章程出来呀。还有什么章程拿得出啊？想办法分家呗。处在漩涡中心的青草堂此刻却分外的安静，而这时谢二爷站在垂花门处，看着残月高悬的夜空，心里打了几遍腹稿后，大步走入青草堂。二爷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罗妈妈不放心地冲小姐点点头，示意她就在门外守着。
今日你和你娘受了委屈，父亲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，怎么处置少姨娘和你四妹。父亲打算怎么处置呢？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禁足3个月，你看如何？谢玉渊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惊讶，他薄削的唇角绽放出一个微小的弧度。要是你嫌太轻，那就改成半年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一家人？谢玉梅推我下水的时候，少姨娘对娘下手的时候，可没说是一家人。你四妹推你下水，也是你不对在先，你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错在何处？你错在不该在侯府和陈家格尔私会。父亲，信他的话。这事虽然是你错在前，但他也错了。我打也打过，骂也骂过，他们也说是朱由蒙了心，愿意给你和你娘磕头赔罪。我若是不愿意呢？阿渊呐，从前是父亲做错了，也是父亲愧对你们娘俩。将来你出阁，父亲一定备了厚厚的嫁妆，也答应你会好好照顾好你娘。你好好考虑下，这几天不用往福寿堂请安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只管派人来说。父亲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慈父做到了8分，还有2分，谢二爷再也不想撑下去。说完，掉头就走。他一走，外头的丫鬟个个为自家小姐打抱不平起来。不配，明明是四小姐，嫉妒咱们家小姐，到他嘴里倒是咱们小姐的不对了。只要人家得宠呢，他说黑的，二爷就信是黑的；他说白的，二爷就信是白的。这种老子还不如没有。就是这种话，连我们当下人的听了都觉得寒心，真不知道小姐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谢玉渊心里没有任何滋味，事已至此，这层遮羞布就算谢家人想遮上，他已经是不愿意了。妈妈，你进来。小姐，奴婢是真听不下去了，青天白日的，没有这样泼脏水的。妈妈，把谢家3小姐、侯府私会、陈家少爷的消息找人传出去。小姐，罗妈妈惊得眼珠子都掉了下来，哪有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的？他们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我就偏要来个满城风雨。妈妈别怕，到时候会有人帮咱们澄清的。话音刚落，秋芬的声音在外头响起：小姐，二奶奶请你去一趟。谢玉渊独自进了屋。坐吧。癸水来了，肚子疼吗？疼，可算是长成大人了。娘，我早就是大人了。做大人有什么好？今日我把那孩子抱在怀里，他轻的就像一片纸一样，软软的，半点分量都没有。谢玉渊知道他说的是魏温，原是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，家里穷，穷得走投无路了，才被江婷买来的。看着他为了救我奄奄一息，我也是豁出去了。娘豁出去是对的，换了我怕是要杀人了。阿渊呐，娘错了。娘是后悔谢二爷的事情吗？没错，我念了1个下午的心经，心根本静不下来。你说的对，顾及这个顾及那个，独独顾及不了自己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娘，阿渊，等你三叔回来，把那张纸给他，让他交给御史台吧。娘终于想通了，要么忍，要么狠，他们两死，总比咱们两死要好。人都是惜命的。从高氏房里走出来，也许是因为有了奋斗的方向，谢玉渊突然觉得小腹不疼了。青儿，小姐，你明天想办法出趟府，把这根银针送到苏长山的手里。他若问起来，就说我想求他帮忙做件事。小姐，苏公子会肯吗？他一定肯的，他欠我一条命呢。是，小姐。这罪状让三叔递到御史台不合适，三叔将来还要在官场上混，若是连亲大哥都出卖，旁人会觉得他心狠手辣。苏长山那家伙背靠国公府，又有正经官职在身，由他来递最合适不过。这一宿长的简直叫人上气不接下气，天光好像总也亮不起来似的。都说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闺中小姐后花园幽会少爷桥段
仅仅过了一夜，便在京城沦为笑谈。嘿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那谢府三小姐就爱不成，反用死来胁迫。这么没脸没皮的事情，她怎么做出来的？这种贱人死了拉倒，活着也是让爹娘没脸。哎，我听说那三小姐长得花容月貌，陈家哥儿怎么就看不上啊？就是纳回家做个妾也行啊。人家陈家哥儿可是入了翰林的，将来要做大官的人。听说那谢三小姐从小养在庄子上，除了脸好看一点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连族里的丫鬟都比不上。陈庆燕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拍，青着个脸就走出了酒楼。阿九恨恨地瞪了一眼隔壁一桌，心道：往一个闺中女子身上泼脏水，算什么本事？就在陈庆燕大怒的时候，蒋氏也收到了外头小厮传来的话，顿时气得面如土色。哪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王八蛋乱叫舌根子？这事儿根本就是自己儿子做的孽，跟谢玉渊有什么关系？京城官宦勋贵不仅重家世，也重女子清明。这下好了，三小姐名声坏成那样，满京城还有谁敢娶她做媳妇儿？儿子原本就心疼她，现在把人家连累成这样，她怎么能甘心？来人，备上一车礼，我亲自去谢府道歉。夫人，这个时候去，合不合适啊？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这个时候再不把事情说清楚，那谢玉渊就真的只剩下下嫁陈家这一条路可走。你去侯府一趟，跟我娘说，人家姑娘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让她自个瞧着办。是，小姐。这边蒋氏正往谢府赶，那边顾氏也得了外头的传言。我的亲娘哎，这二房真是往死里作践那丫头啊！母亲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这一下三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就在这时，大少爷谢承君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母亲，外头那些个关于三妹的传言可是真的？我的儿啊，这哪里是真的？你妹子就在边上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大哥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分明是陈家少爷拦着三妹，三妹不肯去。谢玉梅这么胡说八道，二叔都信吗？哎，儿子呀，他们的心思你看了这些年，怎么还没看出来呢？看出什么？这些年，太太大爷不就是想护住那对母女吗？越护越不像样，都快弄出人命来了。我去找祖父，这事不能由这颠倒黑白，我定要。你定要？什么你定要？这事儿跟咱们大房没关系。母亲，你们也不要怪我做事不管。二房这趟浑水，咱们万万趟不得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？昨儿个管家崔大奶奶来了，替你岳父传过来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分。他要让谢家分家？不是他要让，是希望我们能分家。儿子，娘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为了你这门亲事，咱们得罪了你三叔，二房高氏母女的身份就是个炮仗，一点就着。我和你父亲商量过了，这个家必须想办法分。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，赶紧回你的衙门办差去，别趟这趟浑水。谢玉湖越听越心惊，正要开口劝几句，却见一旁的薛姨娘拼命地朝他挤眼色，眼里尽是哀求。大奶奶，大奶奶不好了，陈家少爷来了。顾氏一愣，目光下意识地看向儿子。他来做什么？谢承君也是一头雾水。就在母子二人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又一个丫鬟跑进来。大奶奶，大奶奶不好了，蒋夫人也来了。蒋氏看着儿子，又是愤怒又是伤心。好好的，你跑来做什么？外头那些话难听，我把他们误会三小姐，过来解释一下。母亲也是听到那些不甘的话，跑来替三小姐说话的。多谢母亲。你不必谢我，一会儿我说话，你不要插嘴。现在谢家小姐已经处在风头浪尖上，那些娶不娶、嫁不嫁的话，暂时先不要说，先把眼跟前的事情处理了再说。陈清燕此刻已经后悔到姥姥家了，那天若不是她一意孤行，事情又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
都是做官的人了，凡事得三思而后行，冲动只会害了别人，害了自己。陈清燕暗暗咬着牙，不肯多说一个字。这世上她最不想害的人便是谢玉渊。小姐，小姐，蒋夫人来了，陈少爷也来了。小姐，他们母子这会儿过来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不管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，都跟咱们没关系。小姐，奴婢猜测，他们定是听到了外头的消息才来的。怎么能和咱们没关系呢？妈妈，出了这个事情，按道理说，陈清燕是不是该娶我？小姐都给他报过了，他不娶也得娶。他母亲蒋夫人会看得中我这样的人吗？倘若看得中，那天侯府设宴也不用独独把我拎出来。罗妈妈听两个丫鬟说过那天的事情，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妈妈，她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陈家。我之所以要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，就是想着那蒋夫人讨厌我，怕我因此讹上陈家，定要把侯府的事情上门弄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小姐是想借力打力。既然二爷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找个说话有分量的人，让他相信。谢二爷能不信吗？就算他对蒋夫人、陈清燕的话不信，永安侯府大总管的话他总不能不信吧？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四丫头胆子大成这样，简直反了天了。哎，这事儿原本是我教子无方，连累了三小姐的闺名，我这心里万分过意不去。儿子，快给谢家老爷、太太、二爷赔个不是。陈清燕上前一步，直直跪倒在地。谢老爷、谢太太、谢二爷，这事都是清燕的错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要打要骂都冲我来。是啊，你们只管打，只管骂，不要客气。这孩子被我宠坏了，做事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罢了，哥儿以后行事须得谨慎些。起来吧。谢太太忽然有种不妙的预感，这母子俩上门不会只是为了赔礼道歉这么简单吧？果不其然，陈清燕站起身一抱拳。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外祖母第一时间下了封口令，任凭是谁都不准把闲话传到外边去。哪知道只过了短短一天，这事情就闹了个满城风雨。这倒也罢了，偏偏都说是三小姐的不是。老爷、太太，我虽然行事糊涂混账，但礼仪廉耻还是知道的，断不会一白遮黑。对，侯府那头的下人都敲打过，宾客中知道的也不过3、5个，都是世家好友，也知道轻重。如今这话传出来，我也就忍不住想替三小姐出个头。是谁这么下作，要往这个可怜人头上扣屎盆子？当日府上四小姐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三小姐下狐，我看这事十有八九是。陈少爷，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不要乱说，这事儿我们谢府会查清楚的。但愿如此。谢二爷的脸黑成锅底灰。蒋氏见一旁的谢二爷脸黑成锅底灰，心里顿时猜了个七七八八，寒暄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。我呸，这什么狗屁人家，想让我儿子娶你们家的姑娘，做他娘的白日梦。母子二人走出福寿堂，正要往外门去，陈清燕突然顿住了脚步。数米之外，谢玉梅正往福寿堂走来，猝不及防地对上那双幽深清淡的眸子，她便再也挪不动脚。陈清燕冷笑一声，大步走向谢玉梅。阿九正要跟过去，被蒋氏拦住。夫人，姨娘教出来的，就是姨娘教出来的，放心吧，我儿子眼睛毒着呢。陈清燕走上前，目光肆意地盯着谢玉梅看。谢玉梅从小养在深闺中，又娇又羞，一张脸红得能滴出水来。你为什么把谢玉渊推到湖里？陈少爷，他勾引你，不守妇道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是吗？
不妨直白告诉你，是我喜欢他，想娶她进门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喜欢我，所以嫉妒他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。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，也配喜欢我吗？杰斯小姐，做人有点自知之明，我宁愿碰狗栏里的妓女，也不想碰你这种人。陈青燕，你算什么阿雾？我当然算不上什么阿雾，不过比起连亲姐妹都要杀害的四小姐来说，至少还像个人。你吗？连畜生都不如。说罢，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，甩袖便走。谢玉梅身形摇摇欲坠，眼泪落得又急又凶。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有福寿堂的丫鬟大着胆子走上前：“四小姐，二爷请你去一趟。”谢玉梅一听父亲叫她，心里慌成一团，连眼泪都下了回去。二爷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姑娘家大了。谢二爷看着他们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狠毒。按下打打杀杀也就罢了，闷壶里摇，只要外头这层遮羞布还在，怎么摇都没事。偏偏你们还不肯罢休，非要闹得满城风雨。二爷，青天白日的，你可不能把脏水往我们娘俩身上泼呀！不是你们还会有谁？你女儿黑的说成白的，方的说成圆的，明明是三丫头拒绝了陈家根儿，她非说三丫头勾引了陈家根儿，安的什么心呢？父亲，你听我说。你给我闭嘴！内宅里女人争宠的伎俩，谢二爷又怎么会不知道？不过是睁只眼睛闭只眼睛，由着他们罢了。祖母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撒谎，不该瞒着你，也不该推三姐姐下水，都是我的错，求祖母帮我说几句话吧。哎，老二啊，这会儿你再打再骂也没用了，想着怎么把事情解决吧。母亲，这事还能怎么解决？谢二爷心里忍不住阵阵害怕，这事儿会不会传到御史台，会不会传到宫中？万一宫中发落下来，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帽还能不能戴得住？谢二爷一想到这里，来人呐，我要休了这个恶妇！小姐，二爷打了四小姐一记巴掌，把人禁足了。小姐，少姨娘也被二爷打了一记巴掌，这会儿脑子要上吊呢。小姐，太太刚刚吐出一口血，大夫说是不太好。前院的消息一个一个的传到青草堂，谢玉渊斜倚在榻上，脸上淡淡含笑，这才是刚刚开始，就要死要活了。妈妈，青儿回来了吗？罗妈妈正在帮小姐熬药，还没回呢。小姐别急，武城兵马衙门离咱们这儿远，怕还有些时辰。也不知道三叔这会儿到哪儿了。三爷这会儿肯定得了信，在往回赶。正说着，丫鬟菊生匆匆走进院里。小姐，刚刚奴婢看见大少爷回来了，没过多久又匆匆走了，连福寿堂也没去。听说昨儿个管家的崔大奶奶来了，可不是来了吗？也只往刘官堂略坐了一会儿，没往老爷太太那边去请安。崔家果然不简单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婚事就定了，就算有什么也不用崔大奶奶亲自跑这一趟。依我看，崔家是给大房出主意来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？谢玉渊没有马上回答。倘若这门亲事真的按在三叔的身上，三叔有这么一个岳家帮衬着，前程当真不可限量。哎，妈妈，大房那头怕是想分家了。分家？苏指挥使，外头有人找，自称是谢家的人。去，把人请进来。算了算了，我自个去见。李青儿见他穿着官服，吓得先跪下磕头。你家小姐把你请来，是来给我磕头的。小姐让我把这个带给世子爷您看。一根银针，苏长山放在手心里瞧了半晌。说吧，你家小姐想让我做什么？
我家小姐求世子爷把这个想办法送到御史台。苏长山接过来一看，怔愣住了，这不是木之的字迹吗？上面的事儿还是他一起帮着查的。你家小姐还有什么话带到吗？没有了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告诉你家小姐，这事我找机会帮她办妥。我替我家小姐谢谢世子爷。用不着谢，以后让我做什么事儿别用这玩意儿，直接开口就行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家三爷回京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快了。派人给安王送一封信，把京城这几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是爷。还有，派人到北城门去候着，见着谢三爷，把人带到怡红院，说我有事找他。是爷。爷，请三爷来有什么说法吗？万一他……自己想办法。大庆刚走，二庆骑着马就到了跟前。爷，外头944酒坊都有谢家三小姐的传言，说是……把马牵过来。爷，您上哪去？苏长山没理会，翻身骑在马背上，搬救兵去。此刻的太医院里，张须怀刚刚从宫里问诊出来，就见苏长山冲了进来。须怀，2个事。好事坏事啊？一好一坏。那就先说坏事吧。坏事是外头都是三小姐勾引陈家少爷的传言，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的。这帮王八蛋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让人查了一下，源头是从谢府内宅传出来的，多半就是那个小府养的。好事呢？好事是三小姐要我把谢二爷的罪证交到御史台。早就该交了，这男人宠妾灭妻，满心算计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对了，我已经派人通知穆之了。通知他做什么？这事我做得了主。你赶紧先把东西交到御史台，回头本太医瞅着机会，定要在皇上跟前滴一滴眼药水。张须怀，你可想好了，要不要这么做？苏长山，我虽然和他断了师徒情分，但谁想欺负他，还得问问我同不同意。那穆之他……李景琰若是知道这个事，只会做得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孙家庄是他的福地，那丫头是他的福星，人家高家为了咱们就剩这么一条血脉了，护一下又怎么样嘛？喂，滴眼药水的时候你可机灵着些，别什么都往外倒，瞧着点皇上的脸色。你当我跟你一样蠢呐？哦，对了，上回我从宫里弄来的那只哑巴鸟呢，怎么在王府见不着啊？被他主子送人了。宫里的东西他送谁了？谢玉渊。不是说老死不相往来了吗？鬼知道他心里什么想法呀。李青儿赶回青草堂，小姐，世子爷说以后求他做事不用带银针，直接说话就行。还有这事儿他会找机会办妥的，快下去歇着吧，把汗擦擦。小姐，世子爷人挺客气的，一点架子也不拿。世子爷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小姐以后又多了个可以依靠的。妈妈，这人情啊，就像这副银针，用一根少一根。谢玉渊心知肚明，苏世子之所以一口应下，多半是看在那4000万两银子的份上，至于依靠就更谈不上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福寿堂里吵起来了。为了什么事？大爷大奶奶提出来要分家，正在闹呢。哎呀，被小姐料准了。老爷太太答应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太太都气得连刚喝的药都吐了。妈妈，让隔壁派人打听一下，三叔到哪里了？分家是大事，他不在不好。是，小姐。罗妈妈前脚刚走，后脚大奶奶顾氏便冲进青草堂。三丫头在吗？阿宝与小姐对视一眼，顾氏走进来，房里浓浓的药味扑鼻而来。张太医的药没效果吗？哪有吃了就立竿见影的药？大伯母找我有事吗？阿渊呐，伯母也不瞒着你，太太身体不好，昨儿还吐了一口血，瞧了好几个郎中都不太中用，你看能不能劳烦你请动一下张太医？大伯母说笑了，张太医只给宫里的贵人看病，阿渊请不动。那天你落水，大伯母，那天落水请动张太医的是苏世子，不是我。那
能不能请阿渊去瞧瞧？刚刚在福寿堂闹了一场，太太又气死过去，人中掐了半天，半点反应都没有。万一气出个好歹来，他可担不起这个罪名。大伯母，我这点伎俩哪能给太太瞧病啊？太太金贵的人，还是请了好的郎中来看吧。阿渊呐，当初大伯母身上的那些旧疾，就是吃了你开的方子才去了根。我知道你是个能的，太太这次的病来势汹汹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先不说别的，只说你三叔的官位就保不住啊。谢玉渊扶额，太阳穴微微有些发痛。拿三叔来说事，大哥还有几个月就办喜事了吧？哎，可不是还有几个月，若太太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大哥这婚事也就黄了。他黄倒不打紧，关键是你二姐这丫头都17了，再耽搁3年可就成老姑娘了。你和她要好一场，舍得吗？大伯母，你可知道这几年太太心里在想什么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就是想弄死你们母女吗？阿渊呐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若肯出手，救的人又何止一条人命啊！劝大伯母求你，行不？谢玉渊没有想到顾氏会用一个求字，心里不由一震。顾氏这人出身商户之家，为了大房这1亩3分地，小精明小算计从来都不缺。对他有利的事情他干得比谁都快，对他有害的事情他闪得比兔子还机灵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却半点不含糊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让人又恨不起来。最重要的是分家一事势在必行，大伯母为了大房的利益，必定是要跟2房3房分开来的，自己向府邸抽薪，最好的办法也是分家，这样才能不连累到无辜的人。利弊权衡之下，谢玉渊苦苦一笑，正要应下，你就当为你外祖家积德吧。谢玉渊神色一冷，甩袖而出。阿渊呐，你别气啊，大伯母刚刚说漏了嘴，该打该打。阿宝在一旁简直气得要吐血，这哪里是说漏了嘴，简直拿刀子故意戳小姐的心啊！逼小姐给太太看病，一会儿拿三爷2小姐说事，一会儿又拿高家说事，这故事啊越活越成人精了。福寿堂里，谢家2个儿子都跪在太太床前，谢玉渊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床前坐下，3只手指扣住了谢太太的手腕。滚！谢玉渊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走。太太呀，您行行好吧，为这大哥儿二姐儿，您也得让三丫头瞧一瞧啊！您万一有个什么，您是一闭眼去，这活着的人可怎么办呢？张奶奶，哎，二弟，我这话说错了吗？好歹你也是当官的，长辈出事，你这官还能当得安稳吗？3年丁忧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谢太太原本8分病，被这一说就成了10分，人又气晕过去了。阿渊呐，你别和太太一般计较，她老了，糊涂了，你可不能糊涂。父亲也要我看吗？你要是能看就看，问我做什么？父亲信我。前头的事情是父亲错怪你，眼下你祖母病着，先帮她看病要紧。父亲，四妹推我下水，少姨娘以下犯上，一句错怪我了，就了事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呸！这事儿要放在我大房，看老娘我怎么一个个弄死他们。大哥，老二，你大嫂这话说的没错。你们，父亲别气，知道错了便好。说罢，重新走到谢太太的床前。谢老二的脸色由青黑色转向灰败，不知道为何，他总觉得这丫头的眼睛里藏着一把刀。就在谢玉渊手中的银针扎向谢太太的百会穴时，北城门驶来一匹快马，马上的人一身官袍，蹲在地上的大庆一看来人，这可算是等到这位祖宗了。嗨，谢三爷，快停马！谢玉为手上缰绳一勒，
三爷，我家世子爷有请。不了，家里有急事，改天吧。三爷，我家世子爷也是找你急事，耽误不了多少时辰。三爷请。大庆翻身上马，谢以为他和苏世子不熟啊。两匹马扬尘而去后，沈荣从大树后面走出来，也赶紧告诉小姐，三爷被苏世子半路劫走了。谢以为苏长山会在酒肆或者茶坊见他，没有想到竟然是怡红楼。大白天的走进这种地方，谢三爷的脸红得像个猴子屁股，恨不得把脸塞到鞋子底下。以后还是离这个世子爷远一些，总在这种地方混的人好不到哪里去。谢以为刚走到天井，感觉头顶有道视线盯着他，一抬头恰好撞入苏长山的眼里。哟，谢三爷，别来无恙啊！谢以为一点也不想理他。谢三爷，上来喝杯酒水啊！这是有急事的样子吗？这分明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谢以为噔跑上2楼，深深一揖。世子爷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进来，坐。世子爷，家中还有急事，我就不做了。谢以为又怕进了屋有妖艳的女人缠着他应付不来。苏长山见他左边脸上写着迂腐，右边脸上写着别扭，顿时觉得好笑。放心吧，吃不了你，确实是有正事。谢以为这才心惊胆战地进了屋，好在屋里并无其他人，只在屋中间摆了一桌酒菜。只要没女人，谢三爷的胆子就肥了起来。世子爷，可以先喝杯薄酒吗？在喝到第3杯的时候，你的侄女曾经救过我的命。谢玉渊从福寿堂出来，脸色更白了。罗妈妈等在半路，心疼地迎了上去。小姐，刚刚那府里传来话，三爷刚进城就被苏世子劫走了。劫走了？苏长山劫三叔做什么？罗妈妈摇头表示不知道。谢玉渊在心里急了起来，想了一路，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小姐，太太的病情怎么样？经半个月的针，再吃几副药就好了，不是什么大病。太太肯吃小姐开的药方，她是不敢的，所以她这病好得慢。那这家能分吗？都说父母在，不分家，能不能分就看大房那头坚定不坚定。老爷和太太是不会同意的。是啊，分了家，他们跟着哪一房好？聪明的就跟着大房，终归是长子长孙。若是跟了2房，那就有的苦吃了。谢玉渊，你给我站住！二少爷找我什么事？谢成林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罗妈妈见状不妙，挡在了小姐的面前。老妖婆，给我滚远点！嘴巴放干净点，骂谁老妖婆呢？骂她老妖婆你就受不住了，我还没骂你小贱人呢。一个庶子，竟然敢骂嫡女。二少爷，少姨娘和4小姐说要给青草堂磕头赔罪，我看不应该少了你。我呸！凭你也配啊！在拱桥后面私会陈青燕，你真当我不知道你龌龊的心思啊？活该被我妹妹推下水。和少姨娘的贴身丫鬟，天当床，地当被，不知道我们2个谁更龌龊一点，活该你名落孙山。你！谢成林气得太阳穴突突的跳，抬起手就要抽上去。谢玉渊手里的银针一闪而过，住手！谢玉为冲过来，对着谢成林就是一脚。小畜生，你竟然还敢打人！三叔，我别叫我三叔，谁是你三叔？你给我远点！再敢靠近阿渊半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还不快滚！谢成林不怕谢三爷，却怕他身上穿的那身官服，纷纷离去。阿渊，你怎么样？三叔，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？这小脸白得跟个鬼似的，还能看吗？这小生为什么打你？为了少姨娘他们。他还有脸找人算账？我还没找他们算账呢。快说说，现在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三叔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房再说。
到我书房来吧。谢玉渊心头一惊，那地方自打出过事后，他便再也没有踏入一步。谢三爷喉咙轻轻动了下，一肚子的话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三叔想问什么便问吧。我刚刚入城，我被苏世子叫了过去，他说你救过他一命。谢玉渊大吃一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苏长山竟然把这事儿透给了三叔。为什么？有什么用意？迫于压力，谢玉渊只能点点头。苏世子还和三叔说了什么？没了，就说你救过他一命，他心里一直感激着。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谢玉渊心里顿时火急火燎起来，努力的猜都猜不出苏长山的用意。对了，阿元，你什么时候救过他？三叔，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咱们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再说。哦，阿元，三叔虽然没什么大用，但这身官服还是有几分威严的。你别急，我这就给你讨公道去。三叔，现在有件比我们讨公道更重要的事情摆在面前。什么？分家。分家？谁打算分家？大房打算分家。三叔的意思呢？我没想过。三叔，依阿渊看，还是分了的好。为什么？三叔，不为别的，便是为了你的前程，这家都得分。为了我的前程？没错。三叔回来之前，管家的崔大奶奶来了，她一来，大房就闹着要分家。崔家世代为官，鼻子比那老鼠都要好，香的臭的闻一闻就知道了。能牵连到大房，自然也能牵连到三叔。三叔不为别的，就为着自己将来的婚娶，也应该想办法把家分了。谢三爷呼吸一滞，像是头一回见到侄女似的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三叔若能分家出府，也许有一天娘和阿渊真的走投无路了，还能来投奔。走投无路，谢三爷像磐石一样坚定的内心突然被这话生生地分割出一道缝隙来。对呀，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谢老二那个混蛋既然能修一次，自然能修第二次。万一真有那么一天，二嫂和阿渊也不至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对，必须分家，将来你们母女跟着我，日子也能太平一些。三叔，这会儿大伯、大伯母都在府里，三叔不妨和他们好好商量，看看如何把这个家给分了。我立刻就去。绿柳居里，谢玉梅一头扑进邵氏的怀里，哭得快死过去似的。邵氏跟着一起掉眼泪。姨娘，这会儿可不是哭的时候，得赶紧想办法才行啊！哭一哭，心里好受些，否则这日子这么长，要怎么熬过去？李嬷嬷听这话里的意思，吓了一大跳。姨娘这回是把谢家都恨上了。姨娘不好了，刚刚米姨娘昏过去了，说是请了郎中来诊病，说是喜脉，都已经3个多月了。什么？这小贱人可真是闷坏呀！表面上对姨娘你服服帖帖，暗地里却……姨娘别怕，瞧奴婢怎么把她肚子里的孩子给弄下来。赵姨娘却像不曾听见似的，整个人眼睛都直了。唉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一下绿柳居的处境更难了。男人啊，都是佛心薄幸，今儿要你的时候，嘴上像抹了蜜似的，明儿你碍了他的事，话就跟刀子似的戳了上来。得意了几十年，没有想到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。敏姨娘的怀孕，男人的巴掌像把匕首撕开了最真实的内力。赵姨娘爱这个男人不假，可她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清醒的知道，把自己摔向深渊的也是他。外头现在是个什么动静？大房闹着要分家，太太都病了。哼，顾氏那个蠢货最是精明不过，从前二爷得势时巴巴地凑上来，现在儿子出息了，就想着分家。哼，以老奴看，分了也好，姨娘到时候还能管着家，又和从前一样。
就怕二爷那个大孝子不肯。肯不肯的，不是还有大房吗？姨娘，分家的事情咱们不掺和，姨娘先拢回父亲的心，要有了父亲的宠爱，姨娘早晚有一天能扬眉吐气。赵氏和李嬷嬷听了同时心惊。你们不用这样看我，从前是我错了，总想着有姨娘在，天不会塌下来，哪曾想父亲连姨娘都要休，是我得意太过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总想着那几人从乡下来能有什么本事和我们斗，是我太小看了他。我的儿啊，你这才算是说了句人话呀。姨娘，以后我不仅要说人话，也要做人事，我也不会那么蠢，被那个小贱人踩在脚下了。总有一天我要把他踩在脚下。姨娘，妹妹，姨娘，刚刚孩子去找那几人算账，害了三叔一记窝心脚。倘若二哥也像大哥一样中进士做了官，你看三叔的脚还敢不敢踢上来？我那贱人好歹还有三叔护着，姨娘和我却是连个护着的人都没有。二哥，你可长点心吧。误会的，误会的，包在我身上。倘若从前赵姨娘听到这话，目光必定是在儿子身上打转，但这一回她的目光却是落在了女儿身上。这丫头竟是一夜之间长大了。仅仅一盏茶的时间，敏姨娘怀了身孕的事情就人尽皆知。能在嫡母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的庶女，果然不是笨人。赵姨娘禁足，没有机会在她吃食里下手脚，她也可以趁机名正言顺地笼络住谢二爷的心。反正现在谢二爷对邵氏母女一肚子的恨，时机人心算计得恰到好处。谢渊心中暗暗赞赏，换来李青儿让他晚上多做几个菜，亲自送到敏姨娘的院里去。交代完，他拿起医书却无法静下心来，也不知道师傅他老人家把魏温的伤治得怎么样了。张旭怀此刻正低头站在大殿外头，李公公走出来。张太医，皇上有请。有劳公公。张旭怀跪下行礼，拿过一旁的帕子盖在皇帝的手腕上，3指落了下去。如何啊？哦，有些上火，多吃点清淡去火的东西就好了，连药方都不用开。皇上的身体极好。从前那些个太医，总说朕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恨不得明儿就要驾崩。你一来，朕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恨不得朕能长命100岁似的。长命100岁都是骗人的话，但皇上一定能够长寿安康，是臣可以预见的。哟，今天这嘴呀，倒像是抹了蜂蜜似的。张太医怕是遇到什么高兴事儿了。高兴事倒是没有，只是听着外头市井里的趣闻，觉得挺乐呵的。宝乾帝年轻时最大的爱好便是游五湖四海，听市井趣闻。如今年纪大了，四海是游不起来了，趣闻却一样爱听。张太医，说来听听。臣今天在外头听到一件好玩的事儿，现如今这闺中小姐的胆子，可真是大上了天哦！光天化日竟敢私会少爷，逼着人家少爷娶她，人家少爷不娶，她二话不说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湖里。皇上，您说这姑娘胆子大不大呀？朕活了一把年纪，都头一回听说。这是哪个府上的小姐啊？行事这么出格。还有哪个府上啊？不就是那谢府吗？张太医，京城这么多谢府，您倒是说清楚啊，哪个谢府呀？就是新晋的谢探花家呀。那府里的男人倒是挺争气的，怎么女子是这个德行啊？李公公眉头一皱，谢家的哪位小姐呀？还能有谁呀？不就是那个谢三小姐吗？打小养在庄上，半点家教都没有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宝乾帝的脸慢慢沉了下来。我记得这三小姐从前还捐过嫁妆，觉悟挺高，怎么如今长歪成了这样？真是奇怪。皇上，
臣罪遂，臣告退。皇帝挥挥手示意他离去。张须怀恭恭敬敬行完礼，悄然退出。李公公打量着皇帝的脸色，不敢多说。老霍，你怎么看呢？老奴觉得市井之言不太可信。那就查清了来。是。约莫过了1个时辰，李公公去而复返，身后还跟着禁军统领齐敬。皇上，此事被朕已经查清楚了，纯属谣言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齐敬将所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，一个字都没有漏。卑职还没查到，同日谢府宅内出了人命。李公公偷眼看向皇帝，见他嘴角牵动，显然已怒到了极致。谢玉渊此刻完全不知道，和他断了关系的张须怀已经悄悄地将此事捅到了天子跟前。他此刻正在江府书房听沈荣、沈毅说话。小姐，那3间门面已经交接好了，这是房契，共花了3400两银子。少姨娘的铺子已经2个月没生意了，掌柜一直偷偷瞒着不说。小姐，实在不行就杀他娘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一刀结果了，还落得个干净。此事解脱，他作恶多端，我怎么能让他解脱呢？硬要让他长长久久的活着。明天你通知那掌柜，告诉他明年的房租涨5成，爱租不租。是。沈荣，江亭那边可有讯来？江玉已经进了保定府，保定府的铺子交接好了，请小姐放心。谢玉渊心想，这才交接了1个，能放心什么？回到谢府，夜空圆月，澄澈如水。小姐，刚刚三爷来了，我推说小姐已经睡下了。三叔找我什么事？没说，只是瞧着脸色不大好，怕是在为我的事情着急吧。何止三爷急，奴婢也急。好好姑娘家落得那样一个名声，何苦来着？谢玉渊走到廊下，目光落在那只扁毛红嘴小混蛋身上。妈妈，就是没有那样的名声，你以为京中有谁敢娶我吗？罗妈妈哑口无言。翌日，谢玉渊起了个大早，便往三叔院里去。昨个找你，一是为了分家的事，二是为了外头谣言的事。谣言的事情不必说了，三叔说分家的事情，大伯他们是怎么打算的？他们让我闹一场，还说只要我闹，该我得的一样都少不了。三叔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没怎么想，我闹分家，不为得什么家产，就为了将来能给你们个落脚的地方。所以我打算厚着脸皮问他要个5000两银子，买座2进的宅子。我还打算去了衙门，到御史台上告一状，就告谢老二充其灭妻。三叔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不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去告，御史台的人自然也会盯着谢府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果不其然，这日早朝，御史台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谢二爷贪腐的证据以及弹劾的奏章呈到了皇帝的跟前。皇帝轻描淡写地看了一眼后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便问起了镇北大将军白方朔上书辞官一事。更诡异的是，有关谢府三小姐的谣言一夜之间平地起，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消息传到苏长山耳边，他趁巡逻之际往太医院跑了一趟。张须怀原本还满心期待的皇帝有所动作，哪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，满脸的匪夷所思。难道自己昨天暗示的还不够明白？还是说皇帝已经真正的放弃了高价，因此纵容谢二爷的贪腐？还有关于谢玉渊的言是谁压下去的？两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彼此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抹深意。当天晚上，苏长山又把谢三爷半路截到，几杯水酒后的把这个消息传给他。谢一为一听，哪里还有心思顾得上喝酒？谢玉渊得到消息后，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便失眠了。他试着在一片混乱中清理出自己的头绪，然而未果。他甚至根本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那样一份确凿的证据到了预案前竟然毫无用处。走到庭院里，无意识地往鸟笼前一站，忽然涌上一股
如鲠在喉一般的无力。那个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疑惑，此刻越发分明地浮现出来。高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让皇帝厌恶至此？想着想着，他的眼圈骤然泛红，一瞬间，前世今生的种种又涌了上来。太荒谬了！既然厌恶至此，为什么5年前要提起高家？为什么3年前要派王直入江南宣旨？不对，一定有什么不对。谢玉渊吸了一口气，告诫自己不要急，不要慌，把面前的迷雾一片一片拨开，拨开迷雾，才能看到事情最真实的本质。迷雾的尽头还是高家，也只有高家。上位者的格局眼光从来不在一家一户，一定还有高家以外的原因。谢玉渊第2天晨起，眼圈泛黑。奴婢听小姐，昨晚翻身大半宿，已经让青儿煮了鸡蛋，一会儿小姐敷上一敷吧。我又不出去见人，不用敷。总要去福寿堂行针的，太太看到了，还以为小姐是为她病急的，美的她。洗漱好，他又往谢三爷院里去。叔侄打了个照面，发现对方竟然和自己一样，不由得笑了。三叔，用鸡蛋敷一下眼，再去上朝吧，否则同僚见了该笑话了。阿元呐，我又盼着他获罪，好给你出口气，又盼着他无事，不至于让你没了依靠。这一晚上，竟是自己折腾自己了。谢玉渊心中一动，几乎立刻就判断出苏长山并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，所以三叔并不知道谢二爷贪腐的事情是自己主张揭开的。三叔，我想见见韩先生。见他做什么？替他诊诊脉。在谢玉渊的想象中，韩百川交出了探花爷，名声在外，怎么样也应该学生众多，日子过得体面。令他意外的是，这老先生只在京中租带了一间小小的宅子，身边连个丫鬟都没有。韩百川见他来，倒也不意外。三小姐是来看老朽死了没有的吗？面色红润，神清气爽，还能活。前几日还咳嗽来着，阿元帮他好好诊诊。谢玉渊伸手诊脉，老先生身体不错，若是能再心宽一些就好了。这话三小姐应该劝劝自己，这回见着可比上回轻少了些。今日来是想请教老先生一件事，可是为了谢府二爷被弹劾留中不发的事。老先生连这个都知道？也罢，老朽这条命啊，是三小姐求的，就让老朽为三小姐解解惑吧。韩百川指了指一旁的小矮凳，你坐那儿去。谢玉渊往小板凳上一坐。我且问你，谢二爷原来在江南当官，江南这是谁的地盘呢？应该是平王的地盘。3年前，安王李景业入江南，江南官员大换血，等的是谁的利益？也是平王。平王居长居嫡，是不是皇位最大的继承人呢？可惜叶皇后去得早，若是叶皇后还在，当仁不让。韩百川赞许地看了他一眼。3年前江南一事，平王一直隐忍至今，端午去江龙舟也是福王更胜一筹，再加上中宫鲁皇后暗中动作，平王这几年几乎是四面楚歌呀。为君之道在于平衡，此消彼长，彼消此长，都非好事啊。谢二爷是平王一系，虽然官位不大，但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再加上镇北大将军白方硕在这个节骨眼上要辞官，三小姐，倘若你是上位者，你会如何呀？白方硕是谁的人？镇北大将军又是怎样的一个官位？阿元，白方硕是皇帝的人，他的上司是平王的舅舅，封疆大吏叶长平。我会留中不发。孺子可教也。韩先生，能否把京中的大事说与阿渊听一听？你一介闺中女子，听这些有什么用啊？
坐在井里的人不知道天空的广阔，格局不够的人看不透大势的走向。阿渊生来为出身所困，如井底之蛙，偏偏我这只蛙的命运裹挟在大势之中。先生，来世上走一遭不易，我想好好活下去。韩百川听这话大吃一惊，看向谢玉渊的眼神又起了变化。在这样的眼神下，谢玉渊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他有种预感，韩老先生肚子里大有文章。从韩老那儿回到谢府已经是傍晚，罗妈妈眼睛都盼直了。小姐一出门就是一天，去哪儿也不说，也不捎个信回来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妈妈不用担心，我是给韩先生诊脉去了，顺便听他讲讲课。他的课有什么好听的？小姐又不用考状元，听听大有好处。过几日我还跟着三叔去。还去呢？福寿堂都派人来过好几回了，小姐再不去施针，太太又要气吐血了。从前不让诊，这会儿倒来请，还真会自己打自己的脸。不急，让他等着，我先歇一歇。歇一歇是假话，他真正想的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窗下，把韩先生所说的话慢慢消化了。就在谢玉渊静坐的时候，谢二爷浑身是汗地走进了福寿堂，把今日遭人弹劾的事情说给二老听。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二姐是先慌了一整天，四处打击宫里的动静，后来听说皇上留中不发，又忆起了别的事情。那是不是皇上就不会处置你了？还是说皇上他根本不管高家母女的死活了？谢二爷心中实在是酸涩，军心难测，留中是好事，怕就怕万一来个秋后算账怎么办？至于高家母女，他心里也没有谱啊。依我看，赶紧去走走路子，送送礼，让有分量的人帮着说几句话。父亲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先等2天再说。实在不行，你就往我身上推，就说是我不喜欢高氏母女，偏宠邵氏母女。父亲，母亲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儿子同意分家。话音一落，谢老爷、谢太太都不吱声了。儿子被人弹劾，是好是歹，谁都不知道。趁现在分了家，万一有个什么，也有退路。这事我再跟老大商量商量。谢太太等男人离开，今天老三带着三丫头出去了大半天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干什么。老二啊，你可得防着些。还有，他们母女俩是不对，可说到底也是咱们谢家亏欠他们的。老二啊，你看在娘从前偏疼你的份上。母亲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谢玉渊带着罗妈妈刚进福寿堂的院子，冷不丁谢二爷板着脸从里面出来，父女俩打了个照面。姑娘家的，没事别往外跑，不成体统。跟着三叔出了趟门，父亲不用担心，更何况我如今这名声早就不成体统了。这话就等于一记耳光甩过去。谢二爷目光阴沉，甩袖而去，目光落在远处的绿柳居，看了一会儿，扭头走向了闵氏的院子。二爷来了。怎么样，他不折腾你了吧？才几个月就折腾了，还早呢。妾做了解暑的酸梅汤，二爷尝一尝。二爷，四小姐在青草院门口长跪不起，说嫡母不请起来，她死都不起。闵氏心里大恨，好不容易二爷往他院里来一次，四小姐那边就出幺蛾子，故意的吧？你先歇着，我去看看就来。二爷看完记得过来，妾最近夜里总惊了梦。放心。哎，最近爱吃酸的还是辣的呀？酸梅汤都喝了，二爷还来问我。谢二爷心中一喜，爱吃酸就是男孩。这边谢玉渊最后一针下去，太太的眼睛睁开来。三丫头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一笔写不出2个谢，将来出了门子，你还得靠着娘家的帮衬。
祖母，少操些心吧，你这病就是操心太多，黑白不分所致。你……谢太太真想爬起来往这丫头身上啐一口，却死活都不敢。太太，想要病好，还得修身养性才行。这时，外头传来李青儿的声音：“小姐，快去看看吧，四小姐跪在咱们院门口，逼二奶奶原谅她。”闭嘴！祖母刚刚吐过血，这几天身体稍稍有些好转，你们就来气她，你们是想活活把祖母气死吗？谢太太只觉得喉咙里又开始翻涌起来。祖母别气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才四妹妹，就是想唱出戏给大家瞧瞧，给您瞧瞧。谢玉渊，你不用拿话来气我，你还气不死我。阿渊怎么敢呢？祖母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若再吐血晕倒，我这针就是再有本事也救不回祖母你呀。孽障！谢玉渊迅速收了针，转身就走。走进青草堂，远远就看到丫鬟婆子围了一大圈。小姐，真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二话不说就往门口一跪，知道的说她是在演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二奶奶怎么她了呢。娘怎么说？二奶奶笑笑没说话。通知二爷了吗？早就通知了，偏偏到现在还没有来。少姨娘通知了吗？通知了，说是在禁足，没法来。那她怎么来了？谢玉梅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深思熟虑一番后来的。太太父亲最恨的人是谁？是高氏。自己若想博得他们的同情，为嫡母高氏是最好的办法。高氏恨他，肯定不会出来见他，更不会叫他起来。这一幕父亲和太太看了心里会如何？谢玉梅就打着这样的主意，跪在地上，腰挺得笔直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青草堂会如何对他。谢玉渊神色不变地看着他。三姐姐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和母亲原谅我。不原谅你就长跪不起是吗？没错，他就是这么打算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跪，那便跪吧。不过真当你的心思别人不知道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知我知，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。谢玉梅勃然变色，难道说自己这点伎俩连那些愚笨的下人都骗不过吗？谢玉梅，你要我死，少姨娘要我娘死，你猜我想不想让你们死？你说我会让你们怎么死？啊！若是我就不会跪在这里，我就往岩谷寺去烧个香，保佑谢二爷的官位稳稳当当。否则你的戏就是演到了天上去，谢二爷该恨的一样恨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和他的官位相比，你们母女根本就不算什么。谢玉渊起身，目光落在几丈之远的谢二爷身上。父亲，谢家现在已在风头浪尖上，若是明儿个再传出四妹妹在嫡母院前长跪不起的消息，我和娘就只能往顺天府去喊冤了。喊冤啦！喊冤啦！呀，这小畜生不是哑巴吗？怎么突然会说话了呢？夏夜虫鸣，叫得人心烦意乱。保定府的行宫里，李景业却埋首书桌。阿姑离经到了宁夏府，叫声可真快。王爷，世子爷的人来了，进来。王爷，世子爷让我给您捎个信，京中谢三小姐出事了。李景业越听越觉得胸臆间有什么东西溢出来，然而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。还有，小的刚刚接到世子的消息，御史台的弹劾奏章，皇上留中不发，世子爷问王爷该如何办？你们世子的意思呢？世子说猜不出那位想做什么。李景业望着眼前的人，心中惊悸到了极处，连苏长山都猜不出来，这事儿倒不太好办。
世子爷还让小的告诉你，皇上下朝后把周大人叫到了御书房，世子猜测多半是在商量白方朔的事情。户部尚书周启恒，兵部的事情就要和他商量，看来父皇最信任的人还是他呀。你回去告诉世子，既然都把周启恒叫去了，那白方朔这回的辞官板上钉钉，无非是在物色哪个接姓白的班。你告诉他，中元节快到了，让他带我去平王府给先皇后上炷香。是，王爷。慢着，王爷还有什么吩咐啊？让他把三小姐护好了，一根汗毛都不要少。至于谢父，先放着。是。李景业淡色的唇角微微勾起，眼里的茫然瞬间消散。世事如棋，一步一杀机。木之，不要急，总有一天你可以护得住他。来人，爷，有什么吩咐？不用谢了，立刻起身往南走。这大晚上的，江南的事情早料早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皇帝突如其来的不动声色，谢家沉默着，心惊胆战。白方朔老将军的辞官和江南秋闱的舞弊，让这个异常闷热的夏天多了几分如冬日般的沉寂。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傍晚，刚从衙门里出来的谢二爷、谢三爷和大少爷刚入府，就被人请进了福寿堂。此刻的福寿堂里，孙子孙女齐聚一堂，甚至连禁足多日的谢玉梅也被请了来。谢三爷一进屋，目光便向谢玉渊看过去，叔侄两人交换过眼神，心里都很明白，这么大的阵仗，怕是要分家了。谢老爷咳嗽几声，就把话扯上了正题。今日把你们叫来，不为别的事情，只为分家。老话道，父母在，不分家。只是这分家有分家的好，不分有不分的好。如今我和老爷年岁大了，身子骨也不瓷实，大爷二爷人到中年，也是时候分家析产了。话落，偌大的堂屋里一片寂静。老大，父亲，你是长封长子，扬州府的宅院1500亩上好的祖田，24间铺子，4个庄子，库房里的东西统统由你承制，每年祖田租子的钱平分给2个兄弟。谢老大惊了一大跳，老两口几乎是将整个谢府一大半的财产给了他。我和你母亲跟你们大方过，将来有大房养老送终。等我们二老100年之后，这些东西就归你们。什么？100年？老二，父亲，儿子在。你是嫡次子，京城这幢宅子归你，除此之外，你母亲的裴家庄由你继承。谢二爷眯着眼睛计算了一下，京城的宅子虽然比不上扬州府的大，却胜在值钱。母亲的裴家嫁妆本就不少，虽然比不上大房，却也是相当的不错了。宫中账上的银子还剩下4万，这4万，大房二房一人1万，还有2万留给二少爷娶媳妇用。3位未出阁姑娘的婚事，由你们娘老子自己看着办，宫中不再掏钱。老三，父亲打算分我些什么？你是庶出，庶出的儿孙是没资格继承家业的，但你再怎么样也是我的儿子。我存了3000两银子的私房，你出府领过吧。谢玉渊，3000两，老爷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呢。老爷既然把嫡和叔分得这么清，儿子无话可说，谁让我没有托生在嫡母的肚子里？但有件事情，我倒想和老爷辩上一辩。你想辩什么？大小姐结婚，宫中掏了1万两银子作为陪嫁嫁妆，府里4个姑娘，嫡的庶的暂且不论，阿院二房嫡女，嫁妆按理按分得跟着大姑娘的份例，1个子都不能少。
谢玉渊看着三叔剑拔弩张的脸，唉，三叔啊三叔，你为我出什么头啊？当老爷说3位未出阁姑娘的婚事由你们娘老子自己看着办，宫中不再掏钱时，他就听出来了，这是在拿捏他。谁让高氏把他的嫁妆给圈了锅？还有，你侄女的事情由他娘老子做主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老三呐，3000两银子不少了，如今家里光景不好，你得体谅做长辈的不易。再者说，你好歹也是中了探花的人，将来前程无量，你2个兄长都比不上你的本事，就不要再惦记着谢家那点儿可怜的家产了。大伯母也认为这样分家产合理吗？阿渊呐，合理不合理也不是我们说了算，一切都听老爷太太的安排。大哥哥二姐姐，你们觉着呢？我是孙子辈，这屋里没有我说话的份。二姐姐你呢？三叔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玉壶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更何况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谢玉壶垂着头，满心委屈。谢玉渊听罢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二姐，就冲着你今天这句公道话，这辈子我都把你当亲姐看。祖父祖母，三叔得了这3000两，日后还要赡养你们吗？哼，自然是不用的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谢玉渊走到谢以为身边，三叔，3000两就3000两吧，总比没有的好。太太说的对，你是探花爷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，自己挣出来的家业用起来才能挺直腰板，谁也抢不走。你这丫头！一场分家在谢三爷的拂袖而去后，尘埃落定。谢老三愁眉不展地回了院子，服侍他的丫鬟婆子都站在屋檐下等着他。你们帮我收拾一下东西，等天气凉快些我再搬。卖身到谢府的就别跟着我走了，谢府家大业大，养得活你们。三爷，我们4个呢？你们自然是跟着走的。堂屋里，谢玉渊笑眯眯地走出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等三叔，三叔的银子拿到手了吗？阿渊，三叔努力的存银子，你放心，我会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谢玉渊截断了他的话，拽着他的袖子往书房去。我想好了，先买一个小点的房子，再把先生接过来，2个人住在一起，开销也能省一些。我现在1个月的月银是10两，1年就是120两，逢年过节还有请客送礼的。三叔，张虚怀就是我的郎中师傅。哦，哪个张虚怀啊？张虚怀？张太医是你的师傅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师傅。5年前，他带着安王爷、李景业也落脚在孙家庄。那年，苏世子中毒，是安王爷让我医治他的。你三叔，还有一件事，娘在京中有座陪嫁的宅子，就在谢府的边上。从今天起，那宅子也是你的宅子。我这是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三叔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今儿晚上就搬过去。我已经让罗妈妈领着人去帮你收拾院子了，4个丫鬟一并带走。她竟然认识安王爷、张太医，还有苏世子。她感觉眼前的阿渊既是从前的阿渊，又不是从前的阿渊。她的身上像蒙着一层纱，虽然能瞧得见轮廓，内里却始终是模糊的。你连我都瞒着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谢玉渊忍不住一笑。你还笑？亏你笑得出来。难道哭吗？谢玉渊此刻不知道有多高兴，分家了，也就意味着自己盼了2世报仇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有所动作。
欠命的还命，欠债的还债。阿渊以后是真要倚仗三叔的。那些人虽然我认识，但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和我们不是同一路人。所以就算为了阿渊，三叔也应该混点名堂来。阿渊，三叔会混出个名堂来的。我……谢三爷说不下去了。这几年都是阿渊在背后扶持着他，帮衬着他，自己这个做长辈的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的为他做过一件实事，羞愧啊！谢一为阴沉着一张脸，从怀里掏出3000两银票，收着，以后那宅子我来养。谢玉渊很不客气地收起银子，记得把韩先生接过来，我还想听他讲课呢。好好的姑娘家家，听什么朝政呢？没得沾一身俗气。俗气吗？谢玉渊无声地笑了下，人活着就是图个俗气，等做了鬼后，你想图也图不到了。有了青草堂丫鬟的帮忙，谢三爷当天晚上就悄无声息地搬出了谢府。沈荣领着谢三爷绕园子转了一圈，谢三爷心里的惊讶无异于地震。高家到底是几世复仇之家，这些下人的谈吐举止都与谢家不同啊。正想着，沈毅领着小厮走上前来。三爷，韩先生来了。这么快？我去迎迎先生。这边的谢三爷、韩先生刚刚安顿好，那边谢玉渊就得了信。他把3000两银子往罗妈妈手里一塞，松快地倒在了榻上。妈妈，这银子你帮三叔另开个户存起来，将来呀给他娶媳妇用。小辈管着长辈的吃喝拉撒，还要管着他娶媳妇儿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说的话就是道理。妈妈，帮我更衣，我要去二爷院里走一遭。什么事？大房二房分了府，我是二房嫡女，我要掌家。什么？谢玉渊看着外头深深的夜色，从今天开始，谁也别想欺负青草堂半分。你要掌家？分了家，祖父祖母跟着大房过活，娘必是不出。我是二房唯一的嫡女，理应挑起大梁。偌大的二房，总不能让姨娘当了家吧？这话说的半分不错，自己宠妾灭妻这桩罪名还压在御案上呢，再弄出点什么幺蛾子，这官也不用当了。但不知为何，谢二爷的心里总不是个滋味，谢玉渊才不管他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，把盘算的事情一一道来。这头一桩事情，便是让少姨娘让出西院。从前她没规矩，女儿还能睁只眼闭只眼，如今再放纵下去，便是父亲仕途上的祸害。父亲，女儿这样做没错吧？谢二爷这会儿喉咙里像卡了只蟑螂，恶心到家了，偏偏这话说得冠冕堂皇，他只能点点头。这第二桩要做的事情，便是好好的保护敏姨娘肚里的孩子。父亲子嗣不盛，二少爷瞧着也不像是个成器的，就指着敏姨娘这肚子里的一胎，能给父亲争口气呢，将来光宗耀祖。这第三桩要做的事情，便是清理下人。父亲膝下的儿女都未婚娶，3桩大事哪一桩都要花银子。这次分家，二房本来就吃亏，所以该减省的地方要减省。父亲，这3桩您有意见吗？谢二爷有意见吗？他心里一肚子的意见，可惜说不出来。我儿说得很好，这事就依你说的办。父亲甚是清明，还请父亲把从前的账本拿到女儿院里。女儿虽然管家，但账目还需1是1，2是2，免得落人口舌。女儿告退。谢二爷看着他的背影，一拳砸在机上。谢玉渊听着身后的动静，眉宇间染了哀色，有什么东西似要夺眶而出。他仰起头，看着越发深沉的夜色，无声无息地笑了。掌家把二房的经济动向捏在手中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哼，少姨娘，你可洗干净了脖子，等着我复仇吧。翌日一早，谢玉渊就起了个大早，把二房所有的下人
都集中到了二爷的书房外头。谢二爷昨儿歇在书房，一走出堂屋，被院里黑乌乌的脑袋吓了一大跳。父亲，人都齐了，您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谢二爷被逼得心头一梗。从今天起，由三小姐当家，一切都照着三小姐的规矩来。是。父亲，账本呢？来人呐，到少姨娘房里把账本拿过来。是。父亲，去敏姨娘房里用早饭吧，今天厨房煮了燕窝粥，很是清火养人。谢二爷甩袖而去，从头到尾他的脸都是阴沉着的。谢玉渊坐下，我的规矩很简单，干得好的加月营，干得不好的发卖出去。你们当中有不服的，只管来试试我中用不中用。众下人低垂着头，谁都不敢多吭一声。从今天起，罗妈妈就是二房的总管，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三小姐，三小姐，外头有人要见少姨娘。什么人？说是少姨娘铺子上的掌柜，有急事要找少姨娘。正好我要到少姨娘院里去，那就把人一并请进来吧。李嬷嬷掀了珠帘进来。少姨娘，少姨娘，二爷说让姨娘交出账本。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二房三小姐当家，老爷已经点头应下了。那个小贱人当了家，少姨娘惊得面如灰色。谢玉渊当家，那就意味着二房的里里外外都被他捏在了手里，自己想私下捞点油水，想做点什么就难了。更主要的是，还透露出一个消息，那就是二爷为了前程，不会再把他捧到从前那样的一个高度。姨娘，父亲对你果然不一样了。少姨娘再迟钝的人，这会儿也感觉到了不妥。原本她还以为自己禁足几个月，到男人面前哭一场，太太在边上帮衬着，早晚有一天她还能东山再起。哪里想到被禁足的头一桩事情就是要回了账本。账本呢，可是一个当家人的命啊。赵姨娘，三小姐来了。姨娘，她来做什么？不管她来做什么，走，咱们娘俩去会会。母女二人刚走到院子，就看到谢玉渊进来，身后跟了一群丫鬟婆子。来人，把少姨娘请到她该去的院子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院子就是青草堂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没听错吧？谢玉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院子是青草堂的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嫡女，就凭我现在长着家。我从前忍着让着，是不想和你们计较，也没时间来计较。如今为了谢二爷这个官位能够做得安稳，该有的规矩也该立起来，否则你这个谢府小姐就该到牢狱里去当了。当真把三叔赶出去，他就没有倚仗了吗？大错特错，他最大的倚仗根本不是谢三爷，而是他自己，还有二房唯一嫡女的身份。少姨娘以下犯上，不守妾德；四小姐在庶犯嫡，不守闺中教养，两人都需要进行修养。来人，把少姨娘和四小姐挪至新念堂。谢玉渊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谢玉渊笑眯眯地挥了挥手。你们这帮贱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四小姐，二爷说了，现在二房由三小姐做主，奴婢们也是按着主子的话去做，得罪了。父亲说了，三小姐，这院子让给青草堂，我不敢有话说，但少姨娘，我记得从前提醒过你，一个妾就不要自称我，你还没有那个资格。谢玉渊，你敢打我娘，我和你拼了！谢玉渊冷笑一声，冲！谢玉梅扑通跪倒在地。少姨娘只觉得心如刀割，恨不得活撕了面前的人，眼里寒光四起。少姨娘这眼神
可是要吃了我，很可惜啊，上次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把握住，想来以后也难了。三小姐，从前是少姨娘做错了，你现在是当家人，大人有大量，别和姨娘他们一般见识。你是个什么阿雾？主子讲话哪有你跟奴婢说话的份？哼，我倒是记起来了，当初就是你谎称三叔要找书，把我娘骗过去的吧？三小姐，来人！三小姐有什么吩咐？李嬷嬷勾结贼匪，吃里扒外，打30板子发卖出去。小姐，小姐，奴婢错了，求小姐饶命！饶命！晚了，给我打，狠狠地打！主子一声令下，几个身强力壮的婆子马上行动。整个绿柳居就听见李嬷嬷呼天抢地的哀嚎声。谢玉渊，你可别太过分了，过分！有更过分的事情，少姨娘想不想听听？来人，把那2人请进来。话落，走进来2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2人一见少姨娘，连忙跪倒在地。少姨娘心神俱裂，这2人是她铺子上的掌柜，他们怎么跑到谢府来了？东家，铺子亏损的厉害，一直开不下去了。前几日房东说铺子的租期到了，要加租子，可是账上没有银子。银子呢？东家，铺子已经2个月没有一单生意了，从前那些个老客也不来了，哪里还有银子啊？东家，我们这可找上门来也没别的意思，这生意做不下去，我们也没脸拿您的月银，这就向您请辞去吧。你们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？东家，你这话可说错了，我们2个要是没良心，早就卷银子走人了，还等到今天呢。赶紧开溜！回来！你们给我回来！少姨娘吼得声嘶力竭。这2个铺子是她用她的私房银子开的，刚刚回了一半的本钱，还有一半都压货上头。现在这些过了时的布料，她卖给谁去？谢玉渊慢慢靠近，凑过去。少姨娘，这才刚刚开始，你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件一件通通拿走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好戏还在后面。少姨娘，三小姐刚打了20大板，这老货就昏死过去了。泼了冷水，继续打，30板子，1板都不能少。少姨娘眼前一黑，仰面倒地。姨娘！一日一早，谢玉渊命下人把少姨娘的院子重新清扫了几遍，挑个黄道吉日和娘一道搬了过去。搬迁那天，他故意掏出5两私房银子，让李青儿置办了一桌酒席，请所有人过来吃席面。可惜整个谢府除了谢玉虎外，再无一人赴酒席。谢玉渊既不气也不恼，让娘做了主位，又把罗妈妈和几个丫鬟拉上了桌。谢玉虎见状，一脸的忧心忡忡。三妹，凡事过犹不及，即便不为眼前，也得为以后想一想。想什么？二姐姐，你可知道这几年我都快憋闷死了。玉虎，你就让他倡议一回吧。谢成林顶着一头的怒气冲了过来，目光阴狠地落在谢玉渊身上，仿佛下一瞬他就要活活撕了他。来人，把二奶奶和二小姐送回房。不许走！几个大丫鬟见三小姐脸色铁青，忙要上前扶人。谢成林对着那些丫鬟拳打脚踢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寻。扑通，谢成林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谢玉渊慢慢蹲下来，我们讨论一下怎么个死法痛苦少一点。这女人是什么鬼？她在她身上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会儿连话都说不出来？拿根绳子吊死你？不好不好，吊死鬼太难看，舌头伸得老长。毒死的话也不太好，从毒发到真正咽气还有半盏茶的时间，要死不死的最让人难受。
实在不行就拿剪刀吧，一下一下往心口戳，等血流干净了，人也就死透了。谢成林，今天先给你一个教训，敢再有下一次，我就直接取了你的狗命。谢成林两眼一翻，吓昏了过去。姨娘不好了，二少爷被人从青草堂抬出来了。他怎么了？姨娘，他冲到青草堂找三小姐算账，三小姐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把他给制住了，还说什么？还说要取他的狗命。妖女啊！姨娘连二哥都拿他没办法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少姨娘听得心中一痛，这几日不仅二爷没来，连太太都没有派人来，自己要强了半辈子，难道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下场？二爷那头知道他儿子被欺负了吗？二爷人在敏姨娘那里，奴婢派人去请了几次，都被敏姨娘给打了回来。哎呦喂，姨娘，父亲是不成了，咱们还是派人去求求太太吧，太太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姨娘，四小姐在吗？太太派人来了。邵氏母女对视一眼，顿时像看到了希望。少姨娘，四小姐，太太让奴婢给你们带个口讯，是不是祖母要放我们出去？太太让姨娘和四小姐稍安勿躁，等这阵风头过了再想办法。什么？而此刻北城的官道上一骑快马飞驰而来，入了城内，快马加鞭地往皇宫驶去。今天晚上正好是禁卫军统领齐敬当值，这不是保护安王爷去江南查案的神机营副将吴楚吗？他怎么回京了？与此同时，魏国公府的世子书房，一黑衣人翻窗而入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。苏长山接过信一瞧，惊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来人，备马！苏长山骑马直奔怡红院，在天字1号房里找到了正在听小曲的张须怀，立刻把信递了过去。张须怀看罢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遇刺，伤重，遇谁的刺？伤重到何等程度，一无所知。这会宫里应该有快收到消息了。他会如何行事？派出御医治病，下吏刑部查案，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。咱们该如何办？我别的不怕，就怕这鬼身子。他这鬼身子还真不是一般太医能治的，重伤再加上体内有毒，万一真有个什么，张须怀不敢往下想。自己倒是可以向皇帝上书，反正那皇帝老儿也知道他俩要好。可关键问题是，自己便是去了，于他的毒也无半分益处。倘若还有一丝希望，当在那丫头身上。只是谢家那头。苏长山见他莫名其妙来了一句：什么谢家那头啊？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些？苏长山，我想让谢玉渊走一趟。他跃入树梢时，谢玉渊躺到了床上。妈妈，今儿我很高兴，回谢府这么些年，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儿这么高兴过。妈妈知道，娇姐这些年因为高家憋屈了。何止憋屈啊，都快憋出病来了。妈妈，倘若爹在就好了，爹在，娘就能多笑笑了。罗妈妈，妈妈，这世上能有一个人为你把螃蟹的肉一丝丝的剥好，看着你吃，哄着你吃，是件多么难得的事儿。小姐，睡吧。唉，我只是心里有些难过。谢玉渊的声音越来越低。精致的卧房，少姨娘的冷笑，孤零零的槐树，套在树上粗劣的绳，她上辈子经历过的种种浓墨重彩，在梦里重复出现。娘，谢玉渊猛地睁开眼睛，还没等缓上一口气，就隐隐看到一个黑黝黝的人影。谁？我。苏长山，你深更半夜的来这里做什么？来，张旭怀在外面等着，三小姐能不能见一见？师傅，是不是有人中了什么毒，需要我去救？谢远，你猜对了，丽静也出事了。一墙之隔的马车上，
角落里放了2颗夜明珠，3人团团而坐。徐怀，你直说吧，他猜到了。那我就直说了，谢议员，我想请你往南边走一趟。出了什么事？他在半路上遇到了刺客，受了重伤。只是受了重伤，江南有的是好郎中，找他做什么？我不瞒你说，这些年他的毒已经扩散到4经8脉了，再加上重伤。谢玉渊听到这里，已经完全明白过来，眼睛有些发涩。当初在孙家庄，他就说过，李景业的病断根不易，但活到娶妻生子没有问题。这才刚刚过了5年，时间是不是太快了些？这些年他活得挺累的，用殚精竭虑来形容也不过分。哼，人活着才有希望，死了，就算坐上了皇帝的位置，又怎么样？张旭怀被怼得说不出话来。谢玉渊，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这一问，让谢玉渊一下子水深火热起来。去几天？谢家那头怎么交代？他走了，娘怎么办？不去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去死吗？什么时候动身？谢议员，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。您老人家都亲自上门了，再说魏温还在你手上呢，我能说不吗？师傅，别得意太早，我怎么去？谢家那头怎么交代？你得一一想好。这不是我要想的事情，我请得动你就行。苏长山摊了一下手。实话说，我还没想好啊。倘若你是个男子，我还有些办法，偏偏你是个闺中女子，当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实在不行，我只能拿你三叔当挡箭牌。三叔做挡箭牌，只能挡1天，挡不了10天半个月。苏长山无奈地挠了一下头。岩谷寺的老和尚曾是我二舅舅的师傅，倘若我带着我娘去那里礼佛吃斋半个月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吧？张旭怀和苏长山同时眼前一亮。你们等我下，我请我娘手书一封，求她看在二舅舅的份上帮下忙吧。阿渊，外头的刀光剑影和内宅不一样，你可想好了？娘，当初娘求苏世子、张太医帮忙，他们犹豫了吗？你磨墨吧。墨迹尚未干透的纸塞到了苏长山手里，丹田一提，消失在夜色里。办妥了。妥了，来人。爷，有什么吩咐？把这送到岩谷寺，一定要亲手交到老和尚手里。爷放心，小的一定办好。车轱辘慢慢滚动，在这寂静的夜里，一下一下滚在两人的心上。张旭怀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，那丫头兜兜转转的，怎么总跟咱们扯上关系啊？谢渊在院子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担心那人的生死是一定的，但担心之余，却又有些不一样的什么在心底发酵。他回到房里，看着一旁心惊胆战的罗妈妈。妈妈，这一趟的时间不会短，我把娘放在岩谷寺，以放在谢府安全。青草堂，你帮我守着。小姐放心，跟去的人，娇姐心里有数了吗？妈妈，这一回我是去救人，哪儿还能带丫鬟？那小姐金枝玉叶的。妈妈，从前在孙家庄，我什么没干过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怎样说动谢二爷同意？小姐，中元节快到了。谢玉渊茅塞顿开。谢二爷在闵氏的侍候下，脸色淡淡的，没有笑容。闵氏知道他在气什么。三小姐刚当家几天，就发落了绿柳居，把李嬷嬷打得皮开肉绽，又将谢府里的少姨娘眼线拔去了一大半。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，除了是向少姨娘报复外，根本就是向谢二爷示威。谢二爷堂堂一家之主，威严受到挑衅，这脸色能好看吗？闵氏想着罗妈妈的交代，忍住想帮三小姐说好话的冲动。二爷，三小姐在外面。这么晚了，她来做什么？说是找二爷有点急事。谢二爷冷笑一声，心里实在不想见这个小畜生。二爷，深更半夜的，三小姐怕是有什么大事，你就见见吧，
耽误不了什么事。把人请进来。父亲，我想和娘去岩谷寺住上半个月。好好的，去那地方做什么呀？娘这几日噩梦连连，总梦到亲人在地狱里油烤火烧，想着原是中元节快到了，只有在佛门种地吃斋念佛，方才减轻外祖家罪孽深重。哼，你们母女俩就是吃了一辈子的素，高家人也别想从地府里出来。二爷，闵氏见谢二爷凝眉不语。二爷，敬天敬地敬鬼神，就让二奶奶和三小姐去吧。妾身听说做鬼的人心愿未了，中元节鬼门大开，找上门就不好了。胡扯什么？咱们钟鸣鼎石之家，就算是厉鬼也不敢找上门来。父亲，惨死者厉鬼也。去吧，好生吃斋念佛，给你们高家人赎罪。父亲，女儿这一去，内宅无人，就劳烦闵姨娘看顾几日吧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扶闵氏上去，总好比被少姨娘钻了空子要好。一切妥当，谢玉渊回到青草堂，罗妈妈几个早就帮他把东西收拾得妥妥当当。谢玉渊倒头就睡。翌日，马车一路向北，出了北城门后，守在城门口的大庆、二庆悄无声息地骑马跟上去，远远地护送着谢府的马车。1个半时辰后，马车驶到了寺门口，早有得讯的小沙弥迎了上来。谢玉渊没来得及细看寺中景色，就跟着小沙弥往后院去。到了门口，2个中年男子一左一右站立着，院里散落着几个婆子。谢玉渊心里很清楚，这些人都是苏长山安排过来的，为的是保护娘的安全。谢玉渊入了屋子，迅速换上了早已备下的小沙弥的衣裳，将头发梳成男人模样，与高师告别后，便跟着引他们进来的小沙弥离开。苏长山早就候在外头。谢玉渊，事出紧急，我没办法送你，有二亲一路保护你，路上艰辛，你稍微忍一忍。我没有那么娇气，你有什么话要我带到？你告诉他，把欠我的东西还清了，再死也不迟。哦，劳你遣人和我三叔说一声，让他不必提心。还有，护好我娘。有我在，你娘不会少一根汗毛。谢玉渊，一路顺风。一路顺风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是难了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走的并非官道，而是羊肠小道。3个时辰下来，谢玉渊几乎要被颠散架，心道还不如给他骑马来的舒服一点。一连走了3天，又赶了2天的路，2人赶到了幽州。一入幽州城，车速便慢了下来。二小姐，王爷住在客栈里，小的不能陪你进去。为什么？这次陪着安王入江南的是神机营的正副二将，正将是程潜，副将是吴楚。吴楚回了京，现在程潜跟着王爷，他认识小的我。程潜为人如何？武将世家出身，人很聪明，瞧着5大3粗的样子，但心细如发。好吧，我尽量不露出马脚。谢小姐别怕，程将军是我们家世子的发小，就是他派人送信给世子爷的。自己人？我逼的不是他，是他手下的人。小的跟着世子爷之前，也在神机营混过几日。说话间就到了客栈。这3小姐可真的不简单呐，这么艰苦的路程，愣是没叫上苦，也难怪张太医和世子爷信任他。客栈的小伙计见是个眉清目秀的小和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客满了。谢玉渊掏出一锭金子放在柜台上。最好的房间也客满了吗？有，还有一间天子2号房，只是……话说到一半，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当兵的人。官爷，这位小和尚想住天子2号房，您看。阿弥陀佛，小和尚刚从苏家做完法事出来，赚了点银子，只想睡个好觉，还请官爷通融一下。我管你是苏家来还是吴家来，这天子2号房。什么？苏家？苏长山？程潜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。有银子可以住，有金子更可以住了。多谢官爷。小和尚，你跟我来。这长衫脏得很，今天晚上得换一身新的了。程潜只好皮笑肉不笑的冲谢玉渊点了个头。
常山，你小子是脑子被纸糊住了。太医院那么多能人，你请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和尚给王爷看病，你是诚心想让陈某人的脑袋落地？王八蛋！此刻，京城怡红院，哟喂，谁在想我？谢渊进到房间，放下手里的包袱，反锁了房门，简单的洗漱了下，换了套干净衣服后，从包袱里拿出银针，等着。他有种预感，李景业的房间就在他的隔壁。这时，房门敲了几下。小师傅，能不能劳你帮我家公子念些平安经？打开房门，与青山对视一眼后，跟着他拐进了一旁的房间。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拐角处，程潜抱着胸，瞪着两只大眼睛瞧着他。床帐拉开着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。稍稍走近，他才发现李景业睁着两只黑沉的眼睛看着他。那个，别来无恙啊。声音柔软的如一片绒毛，轻轻地撩过李景业的心。他是真的没有料到来的人会是他。张旭会找的你，确切地说是求。青山，搬个凳子过来。是，三小姐。看得出来，王爷不是很想看到我。实话说，我也不是很想看到你，不过都来了，就整整吧。谢玉渊被他手上的冰寒惊了一跳，整了很久，久到一旁的青山都以为他睡着了，他才把手指收了回来。伤口给我看看。李景业掀开被子，上半身光裸着，能坐起来吗？李景业瞄了眼他身上的僧袍，盘腿坐了起来。这伤口不像是重伤快要死过去的伤口。你的脉象倒是像毒入四经五脉的脉象。好个聪明的丫头。李景业看了青山一眼，青山立刻转身离去，亲自守在房门口。张太医说，黄土已经埋到你胸口，我这几年看你送的那本书还挺有所得的，要不咱们试试？你不问我这伤是怎么弄的吗？不问，问得越多越有危险。路上辛苦吗？若说辛苦，王爷是不是会多赏我几锭金子？会。那就躺下吧。晚饭吃了吗？饭可以晚点吃，你这伤口怎么要重新处理下，否则会被别人看出来。谢玉渊说完，打开门，与青山低声交谈了几声，再进来时手里多了一把匕首。他果然知道了